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偏远山村的悬崖峭壁之上，隐藏着一项鲜为人知的超级工程，那就是大发天曲。这条沟渠全长9400米，像一条巨龙一样挂在悬崖峭壁之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呢，我就在大发天曲的这条沟上啊。相信熟悉我的朋友呢都知道，大发天曲我拍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呢，要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先带你们去看一看大发曲的源头，然后呢，再顺着这条沟渠继续往前走，要翻过3座悬崖，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当年修这条沟渠的不易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这边呢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那这里呢也比较简单哈，就做了一个拦堤坝，然后呢把这边这个罗丝水沟沟的这个水呢拦截到这个沟渠里面，然后呢源源不断的流向草王坝村。这条沟渠的修建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上个世纪60年代呀，草王坝村的村民啊缺水少粮，当时时任草王坝村村支书的黄大发呢，就带领着当地的村民开始修建这条沟渠。但一修呢就是36年呀，所以说真的是愚公移山呀。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形，前边就是沟里面的引水源头，然后水沟一直来到这里之后呢，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一直向前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没有？平着过去，要到最远的那个悬崖峭壁，然后再翻过去才是草王坝村。所以它的全长呢是9400米啊，是非常震撼、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大工程，历时36年。你们想一下，你做什么事情能够坚持36年？我们现在就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对不对？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年修沟渠的那种艰辛、那种辛酸、那种不遗余力、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大发曲引水源头在这个沟里面。那么顺着这边过来，这里呢是有一个村庄啊。刚刚这一段呢我是没有跟沟走的，我把车开到下面停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呢从这边上来，走这个悬崖上攀爬上来的。也就是大发曲的这个沟呢还在我的头顶上啊。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也是很久以前的古道，包括新建这个大发曲的时候呢，这一条也是主要的一个运送材料的一个通道。看一下我的这个下边，对吧？也是悬崖峭壁。这条小道呢，也是建在了这个悬崖的中间。只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有多陡峭。实际上下边是很陡峭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条沟渠过来之后经过的第一座悬崖峭壁。那么像这些地方的话，基本上人是要扛着才过得去的，要不然你都不好过。那么下边的话，就是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这条沟渠的全线贯通之后啊，不只是起到引水的作用，还大大的缩短了2个村之间的村民的来往。我们看到这个地形啊，前面就是2座悬崖峭壁，下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那么对面草王坝村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村庄，2村之间的村民要来往呢，要么就是翻山越岭走上面，要么就是走下面很深的峡谷。那现在这个水渠通了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水渠平缓的走过去，大大的缩短了他们来往的一个时间。以前可能要2-3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只需要几十分钟呢就可以进行来往，所以说非常的方便。我们因为在山里嘛，2个村之间有很多都是亲戚关系，所以在以前的时候来往走亲戚，因为被这个大山悬崖所阻隔，所以非常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就方便的非常多了哈。这里过去呢，前面就是最高的一座峭壁悬崖。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还挺好看的是吧？顺着这个沟渠过来，一路都是风光无限。这个地方像一个2扇门一样，一边一个悬崖，对吧？把这里锁在里面，这种感觉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最高的悬崖这里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
沟渠的边上这个路面呀还是比较宽的，因为是水泥加固了。但是在以前的话，没有水泥加固的时候，这个边上啊它都是泥巴，那么村民之间来往呢，它都是走这个上面，甚至更多时候是负重前行。可以说我们身在城市或者说北方平原地区的人们呢，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呢，都是胆战心惊啊，更不要说负重前行了，对吧？但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呢，就特别平常了。因为我小时候呢，也走过这条沟渠啊，就是他们还没有修建完成之前，我都走过的。那么看起来是特别的险峻，而且，那个时候也是背着东西走，对吧？那它这个栏杆到这里呢，就没有了。这个悬崖峭壁上是没有栏杆的，所以说恐高的人是不宜在上面行走。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经常看到有村民呢，他们会背着煤啊，背着这个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在这个上面行走。那这个就是生活在大山里面的人的区别。你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我们也是砍柴什么的，也经常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啊。所以对山里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是特别正常，也是已经习惯了的。那我们走到这里来的话，基本上会看到非常险峻的一个场面。这个下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峭壁，下方还有一条公路，对吧？这里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我们这个公路是6.5米宽的公路，你看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看下去就一点点，所以说整个这个还是非常险峻的。我现在这里每走一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往前推进一步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槽是怎么开的呢？它其实是用钢钎二水铁锹一点一点的往前凿，然后呢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个炸药啊，比如一点一点的往外面呢把这些石头呢震出去，然后上面肯定有一些震松掉的，怎么办呢？可能就要从崖壁的顶端啊吊绳索下来，然后慢慢的把这些松动的石头呢给它清理掉，反正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啊。你们不要看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打这样的沟渠啊，但是安全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这条沟渠花了36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之后，其实是零安全事故的，所以说非常牛啊！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你们是不是看到都有点腿发抖啊？贵州大山一悬崖下发现神秘山洞，洞口竟然有人居住。洞内奇观更是美不胜收。走，今天阿泰带你们进洞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洞口，这个洞口呢是有房子的，有人居住的，在这里养羊，然后那边呢是住房。现在呢我们一起的几个人，他们已经在里面开始搭那个竹筏，因为待会儿呢进洞之后呢，里面有这个水流啊，需要用那个竹筏呢滑进去。人走进去的话，可能需要湿脚啊啥的啊。这个地方呢，竟然还有一道城墙一样的，我感觉以前这里面就可能有住人哦。这个城墙的这个厚度都有2-3米啊。因为在远古时代呢，这个人们没有地方住呢，大多数人呢都选择了这个斜居，是吧？就住在山洞里面。哇，这里面整个进来之后是豁然开朗的，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平坝啊，很大的一个平坝，大家可以看看。因为这里呢我来过一次啊，没有遇到主人家。那么这一次呢是正好他们当地的人有知道我，然后呢就叫我一起过来呢，咱们进洞去看一下。据他们讲的，这个洞里面非常漂亮哈，就从那个地方进洞，说是不比这个织金洞的那种景观差，所以说我很好奇啊，所以来跟他们一起进洞去看一看。那么如果在夏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水流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包括这些地方呢都会被水淹没。那么现在呢正好是冬季，那我们要进去探洞呢是需要从这个下游往上游走的，所以在夏季这个洞的话是不能去探的，因为难免上游会涨水啊。所以现在冬季呢相对比较安全，那我们呢就可以来
进洞去探一探哈，也这个满足大家的一些好奇心，是吧？这是我们的冯总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呗，冯总。大家好，来跟我们的阿泰老弟来把我的这个考察一下这个这边陨螺可以陨的那个燕子洞啊，这个洞叫燕子洞啊。叫燕子洞，还有对边还有一个朝天洞。哦，对，就是这个对面哈。这上边呢还有一个天生桥。天生桥。今年这么干的天气啊，这个水都是流淌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冯总是百里杜鹃管理景区的。大家以后要去百里杜鹃看花的话，可以找冯总啊。我这里边主要是管这个绿化。绿化。绿化，所有景区绿化都是我在负责。这个是搭的竹筏。搭竹筏。这个洞里面有一个塘子，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大。哦，这个去人就踩上面去哈。对，再去探索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洞口，那儿呢是水流出来的地方。我们先要从这边爬上去啊，这边爬上去之后看一看这个上面，然后待会儿再回头走那边水流的地方去。哎，哇！我主要是手拿实在背就不好弄，如果是空手色，这简直如履平地啊！进来了。还是相当的险峻的。这下面又是一个大坑洞。哎呦，那地方确实比较麻烦。这个样子专用的。哟，一进里面就热烘烘的了。大家看这边有一个洞穴，那我们现在就是只能从这里过去了。哎呦，那就是一个大捞汤了，是不是？哎呦，都是水。都是水，而且这个里面出来的水过去的这个，你想不回去？这一条。你要去那边的，能钱能回去。别快拿竹筏来打起了。他过这个嘛。哎呦，这个水哟，这个水青丝绿亮的哟，我天！你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过不去。用竹筏了嘛？就用竹筏。就是这里有竹筏，有竹筏进去看有好买。之前你们进去过没得？没有去过，水都没去过。你们都没进去过？这个地方本来说拿竹筏来划进去，看来这个竹筏是承受不了，去不了了，只能换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就是溶洞的河流的出口，感觉就像龙宫入口了哦。这里面竟然有鱼，哇，这个鱼怎么这么漂亮？白色的。看着很像娃娃鱼一样。为什么有这种鱼？朋友们知道这什么鱼？这个鱼真的很奇特啊，白色的。整个鱼的身体都是像透明的一样，它肉的内部的那些骨刺的那个架都能看得到的，好神奇啊！抓一只能不能抓到？我看一下。哇，抓不到！哇，太神了这种鱼！哇，神奇！哇，你看这里也有一只，天呐，这什么鱼？这什么鱼？太神奇了！走，继续往前走。我的天！我们都说水清则无鱼，怎么可能？这水这么清，在山洞里面的水，它依然有鱼。
今天真的是饱眼福了，兄弟们，饱眼福了呀！看一下这个水面，这个是龙肚子里面长了一个结石吗？这么大一个石头挡在这里。哇，太神奇了！这里好多石头都感觉像化石一样，然后就走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直接是走在这个地下暗河的河床。这个真的就是几十万年前可能上百万年前是更长时间，它那个河流的高度更高一点，然后河床慢慢的下移，是吧？就形成现在的这种河床，然后这边这些就是河里面的这种沙吧，应该是这样的吧？摸一下，这个就像瀑布了，啊，这个它颜色跟那个里面它也不一样了。看这个上面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啊，细小的纹路，朋友们看一下，它是这种呈细纹状的这种晶体的这种形状，非常漂亮。哇，这个还像一个莲花台呀，这个莲花台。那边这个。这个漂亮啊！有这么一个舞台的话，那不得了啊！这个如果你这地方这个舞台的话，就楼干过一了。很漂亮。这个探洞呢，有水的地方呢，也不担心氧气的问题。空气是流通的。如果没有水的溶洞呢，就要小心一点。大家看这个地方啊。它真的就像外面的河流一样的，这边就是属于这种河滩边的这种岩石啊，很神奇。对，然后我们看这个洞厅就知道，这个水流啊，其实是以前它的水位是很高啊，慢慢的沉下来，就是我们贵州的这种喀什的地貌嘛。上亿年前是不是啊？1万年前，不是贵州的整个贵州都在海底嘛？你看这些，它本来也是洞穴，然后水流不断下潜，下潜之后呢，就形成这种特别奇特的这种景观啊！哎呀，我们经常说滴水穿石，滴水穿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石头上，全部是这样的孔洞啊，它就是上方的水滴下来滴穿的。看一下这个上方，哇，这个景观也漂亮啊，像从天上升下来的一只佛手。哇，这里面真的是太宽大了，就像我们外面的一条河流一样，只不过呢，这里是在暗洞之中啊。这地方又穿过一个门，这个门啊，在地下了。哇，它很奇特。这个。哇，这地方。这个前100年形成那个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对。这还有个小圈圈，这是什么宝物吗？哇，有个小圈圈。来看一下，兄弟们，这形成了一个小圈圈，好漂亮啊！给它放回原处吧，像一个戒指一样。毛茸茸的那个是沙滩吗？就像这个沙漠里面那个。哇，这个好看呀！溶洞沙漠了。看一下，朋友们看一下，太漂亮了。这里这一块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麦芽糖一样，特别像。哎呦，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精彩啊？这个地方的颜色不一样，我还以为这里面装有灯呢，我第一眼看到。哇，这个漂亮啊！它是2种颜色的，然后接到这里的。我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还以为这个地方装有灯的那种感觉。哇，这一片，大家是不是感觉这种是灯光来给它造成这样的？它本色就是这样，上面是黑色的石头，下面形成这样的东西，太奇妙了啊！
哇，里面就是像仙女一样，到处都是。哇，这个地方美。你说不进入洞来，哪里看得到这种奇观呀？哇哇哇，这个好看，这个是真漂亮啊，这个。这个就像一个寿星。哇，下面这个真的有点像观音菩萨，观音，这个有点像。在这，那些身边像那些如来佛啊，还有什么那些，小孩在往这个高处在爬。你看那上面的一小孩。啊，一直爬到顶上去。就像菩萨树，哎，就像这个人不断的从小孩开始奋斗一样嘛，就通过这根菩萨树慢慢往上爬，爬到顶端就成功了。我这下18路还了吗？好漂亮。尤其是这根柱子啊，长着一片柱子啊，好高哦！天哪，太漂亮了！这一棵柱子好形象啊，你们觉得像什么？哎呀，全是这种东一根西一根的这种柱子，哇，太漂亮了！这里面雾气也很大，然后我前方这个东西好神奇啊，中间那像一个碗一样的，然后里面是金黄色的，然后柱子呢，它又是那种白色晶体加那种黄色的，很美啊！我这儿过不去啊，要过得去的话，我上面呢就给大家一个特写。我感觉这个石笋柱有点骂人的意思啊，他竖了一个中指出来，大家看这下面有一个手掌，然后给你竖了一个中指，这太好玩了呀！这个东一颗西一颗的柱子，那一颗柱子又是个擎天柱。咱们贵州的地形地貌真是特别奇特啊！外面的话山水如画，地下的话溶洞相连，还有暗河，洞中又有山又有河，太漂亮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到我们贵州来玩哈。贵州是山好水好人好，溶洞也好，对吧？尤其是溶洞中有非常多的奇异景观，是咱们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惊奇啊！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跟大家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这里发现一个奇特的岩峰啊，就是我后面这一座山峰，顶部看起来的话是一个三角形，它的下方呢有2个洞穴，洞穴里面都有那种几百年前的那种古石墙，前方呢看去又有一点像象鼻子的感觉啊。我们用无人机飞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形状。我们从空中看的话，这一座岩峰是一座孤峰，四周都是悬崖的这个峭壁啊。你以为这是一座普通的山峰吗？其实不然，一看这个三角形的山体造型啊，就觉得很不普通。整个岩峰的周围遍布有10多个洞穴，并且相通相连。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崖壁上的其中一个洞穴。洞穴的门口啊有2排石墙。那么这个石墙是什么年代所建？建这个石墙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注意看，石墙的边上还留有进出的石门，难道曾经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山体的内部吗？我们用无人机查看了一下四周，这样的洞穴在整座山体周围
有10多个，而且每一个洞口外面都有垒起的石墙，只是年代久远，很多石墙已经垮塌，给人一种很是神秘的感觉。据当地的老百姓介绍啊，山体内部还有暗河，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或许在远古时代没有房子住的时候，整座山体内部应该居住了不少人吧。我们再来到山体的顶端，竟然发现山顶有一个天池。这座山体周围啊遍布山洞，山体内也是相通相连，还有地下暗河。那山顶的天池水是怎么来的？难道连通着地下暗河吗？如果是，那就相当于天池和地下暗河间是有管道相通的。这样的地质奇观真是让人称奇啊！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让人叹为观止。感觉这一座岩峰内部会有很多秘密可以探寻，或许会找到一座地下宫殿也说不准。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鸣三省，意指早晨一只公鸡打鸣，3个省的人呢都能同时听到。我身后呢就是举世闻名的鸡鸣三省大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提案，2020年1月21号呢才正式建成通车。这座鸡鸣三省大桥啊，前前后后经历了40年的时间，非常的不容易哈。四川叙永这边和云南正雄这边的老百姓啊，以前步行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见到对方，现在呢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走过桥去握手。所以说这一座大桥的建成啊，对当地老百姓非常有帮助。四川叙永这边呢修了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场，还有这边呢修了一个农产品的交易中心，也就是当地老百姓的这个农产品呢可以拿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售卖。因为这个地方呢属于开放式的景区，也有非常多的人呢喜欢到这儿来游玩，看这个非常险峻的鸡鸣三省大桥。前方呢就到鸡鸣三省大桥，走，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鸡鸣三省的一个牌子，有很多这个朋友慕名而来呢，在这个地方拍照打卡。然后这上边呢竖有一个牌子，贵州、四川、云南啊。我们现在呢就去大桥上看一看。这个桥呢有10多米宽啊，所以说走在这个上面呢，你还是感觉挺平稳的，因为你看不到下方的悬崖峭壁。这一座桥的跨度呢有180米，它的桥面至水面的垂直高度呢有160米，有多高呢？相当于53层楼的一个高度。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大桥的中间，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河流啊，这样看去还是有点眩晕的。两边呢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啊。这边呢是属于四川的叙永县啊，这边呢是属于云南的正雄县，也就是我们这一座桥呢链接了正雄和叙永2个大峡谷之间的。在我们云贵川的这些大山里啊，都是被这种高山峡谷所阻隔。所以说呀，这种尤其在河流和峡谷之间的两岸的百姓的来往啊，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以前呀，这个四川叙永这边的人啊，要到对面这个云南正雄这边来走亲戚啊，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大家可以看看啊，叙永这边呢，悬崖上有一条栈道，这个位置，那么他要通过这个栈道走过去之后，从这边下山。下山之后呢，再通过这条河流过河。如果说像现在涨洪水的时候的话，它是挺难过去的，还需要渡船渡过去。然后到了这边之后呢，然后再攀爬这样的悬崖，慢慢的呢才能到对面。也就是说，这一路过来可能需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这座大桥一通车之后呢，
他们实际上呢只需要4、5分钟呢就能走过来了，大大的缩短了两岸这个走亲戚的一个时间哈。这个地方啊，除了是一个3省交界的地方，还是一个3河交界的地方。我桥下这条河，也就是四川和云南之间这条河呢，叫做果哈河。云南和贵州那边流下来那条河呢，叫做渭河。那么在这个地方汇合成下方的一个赤水河，所以说呀，这个地方呢是一个3河交汇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赤水河的源头是不是这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说明确实是这3条河。那么对面那个上面呢，就是贵州的西明3省景区，也就是我们从空中俯瞰是一个雄鸡造型的这里哈。这座大桥的建成呢，也标志着我们的这个建桥技术呢提升到了一个阶段，而当地的百姓呢，也因为这座大桥的建成，从原来需要步行2个多小时的路程呢，缩短到只需要5分钟，可谓是造福了一方百姓，非常的了不起。我们今天到这片山里面来挖天麻，然后要经过上面这一大片的坟山，我已经走下来了，他们挖天麻的也下去了，然后吴启林兄弟啊，在上面坟山里面迷路了。哇，这里一大片的坟山，等一下他下来我们采访他一下，看看他是什么感受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走迷路。终于找过来了，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那前面全都是坟，我跟你说，还好今天这大太阳，我看到那个直播走就引走了我的那个注意力，哇，真的很吓人。如果是下雨的话，有雾罩，我是不敢走的，很吓人那里面。我从这里走下来的，然后我一叫你，你跑到那边去了。对，是有人喊你过去的吗？我也不知道。哎呦，这个坟山里面确实有点吓人啊。啊，对，太吓人。我刚刚听村民说，他说有1万多座坟。1万多座坟啊，就这一整片山全是坟墓。对，全都是，而且那边的坟很大，不像这里这么小一个，很大的。我感觉刚才他被吓住了，我们一群人走这里走下来了，他跑到那边去了，跑到另外一个坟山去了。我喊的时候声音都很小，是吧？都听不到。听不到什么？你是被迷住了？你打电话我都接不到。啊，对对对，我打电话以后你也接不到啊，这我给你回过来了。那好像电话都受影响了。吓到了，吓到了。这个天麻安逸哈。这个天麻安逸。安逸。挺干的。觉得还是天有点干哈。如果不干，像这种最少都是7、8两斤吧。像这些最少都是30两。它干的看着，连米花你都干，你看着，干水分都没得多少。对。这土好松散。土也松散，这是干的喽。全是绝基草烂的。这种地方种天麻就是安逸。安逸。而且我们说，种这天麻树是今年我拿送去检测下来，都是0.8斤。你给检测过的是吧？我检测报告有的去。0.8斤的天麻树算高的嘞。在这个新湾，我说天麻树算高哟。种天麻的时候是啷个种法的？主要是我们自己就会种。自己去种。然后柴要些都是背起下来。柴是背进来的。从上面背起下来。从上面请把儿拖下来。我的天，这个成本也高的。高很多，我你种进下，今年你要种个几个天，后年你上不到这味道嘛。所以就是我让到种是种在手上，人家个种出来效果和这效果不一样。大家现在追求的要环保、高品质、生态、原生态、原汁原味东西都。像这小这种拿回去在那儿买洗的，买油炸的，油炸的吃哈，油炸是安逸的，安逸的很。自己口感是用好。是。第一口，因为我都是红毛，第一口吃进去，有点苦，因为要有天麻素。如果买天麻素，你吃起跟吃2片那么吃法的都不叫天麻了。对。所以昨天我们转了以来都是天麻第一口进口第一口酸的有点苦，跟苦瓜一样。
但是回味是天 A， 你那个劲儿给回味又是天 A 哦。对。这有点苦了，它是天麻树的，还有原因。天麻树的含量很高。如嗯。果才按国家药典标准，天麻属于中药材，天麻树是低于0.25，晓得不？如果低于0.25，天麻实际口感倒是好，但是不得好大个作用。前面你听高一啊、小板啊，这两个实际，里面多么的效果好用。我们这个啊，都是往外头，一往外头下去，都就往外头哈。那你这个人工成本也不得了的哈。我说一个平方，大概要付100左右的。你一个平方的成本要100块啊！我的天呐，你这个成本真的相当高哦。那一瓦好多斤呢？如果整天天不干，像我这个，你看我整天挖的这是3窝，这3窝这得将近有40来斤。40来斤。40来斤，我说成0.7、0.6多个平方。3窝成2个多的平方，2个多的平方就说10多斤，一个平方就将近挖12斤真的。如果天不干，我说是打算挖25斤以上。找天干恼火。你们种的投资好钱呢？种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上投资了300多万。300多万。今年的天麻能够卖得很多钱吗？今年天麻卖得了20多万。20多万。30万块钱。投资300多万卖20多万，不是亏大了？我说还得有嘛，咋的？老板，你不是总要卖点商品嘛？晓得不？你还得有其他，还得阿的还有其他东西。估计种天麻也要2、3年才回得到本儿哈，回得到本儿。天麻要4年才开始回本。4年开始回本。4年。首先第一年育种，把种育出来，放化肥、下化肥，下化肥再把化肥反栽，反栽以后才出商品嘛，要4年才回本。朝天今年全是投资钱，像我们是今年是开始回本，今年应该是说，今年的前前后后今年180万。就前前后可以卖180万。你今年开始回本的时候，你逐步年年都开始回本。对。我们走了20多分钟吧，才到这个山脚下。你看他们的天麻就种在这样的山里。刚刚那个高总也说了，他们这个种天麻的这些木材啊，这些全部都是从山上用马驮下来的。而且这个，比如说像这里哈，它这个位置呢是1个平方的一个种植面积，那1个平方呢差不多成本都要100块啊。那种出来的天麻呢就是10多斤，尤其是今年这个整个天气比较干旱，所以说呢产量啊也是巨减啊。而且现在挖好这个天麻呢，又要从这里用人工背上去，可能都要背20多分钟吧，才能背到山上，特别辛苦啊，不容易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沙湾镇建设村的三岔河组。这个村庄啊非常漂亮啊，我每年都要来看一看。它是集高山峡谷、河流湖泊、悬崖峭壁、奇峰异景为一体的村庄，非常的美丽。而且村中呢还有一棵1600多年的千年古银杏树，长得是奇形怪状。现在呢正值叶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啊，非常的好看。跟我一起进村去看一看。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这个村里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底部呢其实还是比较平坦的。你看这边这些山峰啊非常漂亮，这里有一个锥形的大的这个岩石峰，很漂亮。上边这儿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石柱子，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奇峰异景啊，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前方那儿呢就是银杏古树啊，走吧，去看看。来到这个路边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里有一棵银杏树了。这棵银杏树可能是几百年吧，看到金黄色的颜色，现在非常好看。然后上面这一家人呢，好像也没有人居住吧。你看这儿有一棵小的，这个地方种了3棵银杏树，那棵比较大一点啊，那棵是1600年的。然后你看看像这些房子的话，也是没有人居住的。在这个下方呢，很大的一块平坝啊，所以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大家如果说想到这个地方来玩呢，还是很好找的，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寺庙嘛。这里是上方的一条大峡谷，那么这边呢也有一条峡谷。那它2条河流在这个地方汇成一条河之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向下流过去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叫三岔河嘛，也是两水交汇的一个地方啊，很漂亮的一个村子。然后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风光无限的美啊，包括前面是吧，都是那种峡谷高山那种岩峰，对吧？很好看。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条峡谷延伸到里面去哈，所以这个地方是四个大峡谷，很漂亮。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棵千年古银杏树的跟前，来看一看金黄色的颜色啊，金黄色的叶子颜色，非常的漂亮。我给大家近距离来看一看咱们这棵1600年的千年古树啊，长1600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还没有出生，是吧？可以看到这个树的下方是非常的粗大的。那么特别奇特的是，这个树的这个枝丫位置啊，长了密密麻麻的这种像锥形状的这种倒流体，这个呢叫做银杏天笋。而且我们注意看的话，它每一个枝丫的下面的话都长有这种天笋啊，而这个呢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据这个网上的资料显示啊，就是能长出这种银杏天笋的概率是10万分之一，所以说很难的。那么它为什么要长这样的银杏天笋呢？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这个呢就要从这棵树的树龄说起了。它已经有1600多年了，对吧？那么在若干年前呢，这些地方呢其实是没有人居住的啊，整个地壳呢也有一定的运动，那么长期经受这种电闪啊、雷击啊、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啊等等，那么不断的对这棵树呢进行这种大自然的摧残拍打，对吧？所以说把这棵树呢，把它拍打的这个千疮百孔的，才形成了这样的银杏天笋。所以说这也是体现了咱们这棵古树的生命力的顽强，对不对？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自然灾害啊，直到今天它依然屹立在这里，给我们呈现这么壮美的这个景色奇观，对吧？非常令人敬佩。我敢说呀，我看了很多的古树，但是像这棵树这么漂亮的话，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看看这个枝丫延伸过去，那些地方啊，就是一颗一颗的这种天笋掉下来，你看到没有？那个枝丫那里也是一排一排的这种天笋，包括下面的一些枝丫，还有就是上面呢，包括树顶端的那些地方的话，我们无法拍到，都有这种掉下来的这种天笋，真的是非常好看呀！来，大家看看，就像一件天然的这种艺术品啊，让我们看到真是不得不感叹我们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的这种感觉啊！整个树干从这里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地方是不是都吊着天笋，尤其是最顶端吊的也是很大的天笋，哇，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原生态的村庄，这也就是我经常喜欢到这里来玩的原因。你看，古树啊、古木房啊，映衬在一起啊，真的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啊！而且住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山清水秀，是吧？空气清新，非常的美啊！站到这里来，是吧？是不是显得我很小？那我这样抱过去也抱不着，得3、4个人吧，4个人、5个人才能抱得住吧？这么大的一棵树，朋友们，这棵树现在是特别好看的时候啊，应该下周这些地上就有铺满了这个金黄色的叶子，赶紧来拍照打卡，时间1年只有1次啊！反正啊，这个村庄的环境我是非常喜欢，基本上每年都会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经常来这样的山清水秀的地方玩一玩。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在贵州毕节到大方的这个省道上啊，看到这里一个大峡谷，非常的漂亮，所以说想下来航拍一下。哇，你们不知道，我刚才从这座桥上走过来，走的我是胆战心惊啊！这个桥上是不能停车的哈。我刚刚是把车开到前方很远的时候走路过来，正好路过桥的中间的时候啊，有几个大货车从中间过。你不知道这个桥的感觉就像那个水波纹一样，这样的波动。我本来是不恐高的人，我在这个中间我都感觉头特别的晕。所以说恐高的人在这个桥上你肯定是不敢走的，它那种失重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桥的话，两边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通行啊。下面就是很深的这个江水，对吧？这个整个两边呢都是这种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啊，这个崖壁的高度呢大概有100多米，而且都是这种垂直的高度。我现在手机是不动的情况下，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感觉哈。我的个天呐，我站在这儿真的是压迫感非常的强，因为整个这个桥底呀，它就犹如泰山压顶的那种感觉从我头上盖下来，特别的恐怖啊，这种心理的这种压迫感。你要开车在桥上的话啥感觉都没有，但是你要走在这个上面呢，真的是让人恐惧啊。哇，这个大车过吓人。你看这个位置，看这个位置的抖动，这个振幅。就小车的话会好一点，大车过去的时候，车过了之后，这个桥的振幅才过来。所以咱们这个桥的两边它有限速40的标志，就你不能太快啊。如果说车都开到70、80码的话，它这个振幅会来回的不断的去起这个振幅。如果说人走在上面的话，真的是挺吓人的啊。我跟你们讲，步行走在这个桥上真的是很震撼的，那种感觉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不过恐高的就不建议大家走桥了，因为它边上的这个栏杆是比较矮的。这个地方呢，相当于把整个水沟里面的水都拦下来了，现在还有这么大的一股水，足见这个水的水源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边的位置正好在山腰的位置啊，当时选择来用这股水呢，也是特别明智的，是吧？现在已经干旱几个月了，这个水依然还有这么大。马上就到源头了，哇，水还是挺大的哈。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发曲的源头，来看一看，特别清澈的山泉水啊。从这个山里面流下来的，哇，这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大家看看这个水多么的清澈。这儿做了一个拦堤坝，它也用不了多少水啊。如果说一旦涨水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可以漫过这个堤坝呢，流到下方的水沟。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地人说的螺丝水沟沟。这个水还是挺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个地方，这个拦坝呢，还是没有把这个水全部拦完，因为下游呢还是有一点点水的啊。这个超级大工程的源头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的这个位置。这条大发曲呢，被称为上个世纪的超级工程，是草王坝村的村支书黄大发带着村民花36年时间一同修建。整个沟渠呢，经过3个村庄、3处大的悬崖、10多处峻岭，耗时36年修建。它的总长度呢是9400米。下面呢，大家就跟随我们的航拍镜头，从现在的源头一镜到底，感受一下这9400米的悬崖天曲。
朋友们，现在我在遵义市凤冈县龙泉镇的六里村，看看我身后这棵神奇的千年马铃桩。走到这里之后，你真的是要被震撼到。整个树的树根是盘旋在这个悬崖峭壁的这个巨石上，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奇特。那么它的这个树前边呢，是一个神庙啊。特别奇特的是，这棵树的这个整个周围啊，它都是这样的这种灌木啊，只有这一棵树是马铃桩，绝世屹立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也不知道这棵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对吗？是天生的吗？你看它的这个根系呢，是缠绕在这个岩石上而生，那么扭扭曲曲的盘旋，奇形怪状了。那么也从这棵树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生命的一个奇迹啊。当地村民呢还为这个马铃桩树弄了一首打油诗啊，说的是神树马铃桩，身上亮堂堂，远看硬疙瘩，近摸滑光光，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马铃桩的这个树根啊，它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所以你走到这儿来，你看到这棵树，说实话，你真的是浑身都起这个鸡皮疙瘩，就是感叹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造物真的是鬼斧神工。如果你善于观察，你在这棵
马宁光树的这个树根上，你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形态哈。你想说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它就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棵马宁光树的侧后方呢，还有一个涵洞啊，下边有暗河，深不见底。至今为止呢，还没有人下去探秘过，非常的神秘。马宁光洞、马宁光树、马宁光庙。马宁光庙呢，还有一副对联：洞外诸神依石坐，山前古树借云栽，古木古树生古石，灵山灵洞有神灵。足以见得当地老百姓对这棵千年马宁光树的一个崇拜，更增添了这棵古树的几分神圣。马宁光树的奇特，马宁光庙的奥秘，马宁光洞的神奇，成为了六里村的一大特色，更是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参观。如果说马宁光树是生长在肥沃的土地里面呢，我们就看不到眼前的这种景象了。正因为它生长在石头上，绝处逢生，才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壮美的一个奇观。朋友们，我现在在乌江百里画廊的乌江三峡，我站的位置呢是铜仁的沿河县，下方就是乌江，对面呢属于重庆的酉阳县。在这个地方无意间发现了4户人家与世隔绝，周围全是大山环绕，背后是悬崖，前面是乌江隔断，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就是乌江，我所说的4户人家就住在这个悬崖上的中间这一片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户人家的后面是群山，悬崖峭壁，也就是他出山我不知道走哪儿，反正从上是没有路的，应该是出门的话是从下走，那么再到这个江边呢，可以乘坐渡船。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与世隔绝般的这种世外桃源啊，是隐居的绝佳地方，太美了。那么我们无人机飞过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左右两边，一边2户人家，而且呢每一户人家都是有人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土地呢也是在耕种。
朋友们，现在我在大山里啊，我发现这边有一片崖壁挺好看的，带你们来看一看野景啊。这个边上住有几户人家哈，然后现在我相当于是走在崖壁的边上，看一下这下面都是那个万丈悬崖，我看一下走到哪里才能看到对面的风光啊。这边有一些他们砍柴的路道，哇，来看一下对面，全都是悬崖峭壁。我这个地方下去的这个崖壁可能有好几百米高。就在森林中的一条小路，而且我的右侧就是很高的崖壁啊，那种悬崖峭壁。哎呦天哪，来到崖壁边了，咱们看一下下面。我好像只能在这里看一看了，看一下这个峡谷的风光。对面的那些崖壁挺漂亮的，应该是我这面也是非常好看的。我把无人机飞下去看一下，我感觉下面好像有一个村庄啊。哇，朋友们看到没有？这个峡谷里竟然还有一个村庄啊！我们无人机飞进去看一下。感觉这个村庄是不通公路的，它这个村里面有穿来一些小道，但是没有看到有公路啊。那么我们看到峡谷底部下方是有一条小河的，这个村子所居住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哈，青山绿水，悬崖峭壁。耶，我怎么感觉这个村已经是一个荒村了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这些房子啊，好像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看着土地呢，好像近2年呢还有人种地一样的，因为没有多少的草。我估计这个村子荒废呢，也可能就是近1-2年的时间吧。反正我用无人机搜寻了一下，没有看到有人在，也没有看到有牲畜，估计呢就是一个荒废的村子了。那我们从这个空中的大视角可以看到啊，这个村庄的前方就是悬崖峭壁，后方呢也是非常高的这种高山。环视了一下四周啊，方圆应该是5公里内是没有任何的住户的。这个村子呢，它就坐落在一个大峡谷下面啊，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吧。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成为荒村呢？我觉得可能也是通不了公路，然后和外界联系多有不便，所以呢就把这里面的人全部搬走了吧。大家看住在这里的人应该有好几十户，因为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房子呢也有10来栋嘛。哇，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不错呀，坐在这个峡谷底部，它也不缺水源，然后守望着这一片青山绿水，悬崖峭壁，又住在一条小河边。其实在这个地方隐居真的还蛮舒服的。如果说真的你是厌倦了城市的那种喧嚣生活，在这个地方隐居的话，那绝对是超级安静的，有可能半年1年都没有人来给你打个招呼，对不对？我都不知道哪里有路进入这个村庄哈，因为整个四周我都观察了，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有路。哇，真的是一个绝佳隐居的好地方，别人也看不到你。你真的是厌倦了城市的那种喧嚣生活，可能这个地方或许更适合你。有没有人喜欢的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交流哈。在贵州开阳县的深山里发现一神奇的石头，当地人称之为巨型转运石。千百年来它能够自行转动，你敢相信吗？太神奇了哈！今天阿泰又带你们去一探究竟。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转运石的下方。这个地方的地址呢是贵阳市开阳县卡比村的4子坪组。那么大家要来看的话，只能到了这个组里面来问一问转运石的地理位置，因为确实呢，我跟你们也介绍不清楚，它在这个山上的，要通过这个小路呢，步行到这个山上才能看得到啊。我也是问村民问了半天啊，大概估计是从这一条道上来，我也不太确定啊。穿过这一片松树林，这里面环境好舒服啊，地上全部是这个松毛覆盖，
这儿是不是拍照非常爽？在这种大森林里面拍照。哇哇哇哇！看到了，看，就是这里这个石头，哇，看着还是挺巨大的一个石头啊。看一下，就在山顶上的这个位置。现在他们好像是用这个角铁呀，把这个石头给保护起来了，有边上做一些围栏。那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石头的下方，哇，好神奇！来看一下，它下边就是一点点，然后上面是整个石头像放上去的一样，特别特别的奇特。哇，好神奇！来看一看，它这些地方都是接好的哟。然后，但是这个下面呢，是相当于是放在这个上面的感觉啊，这确实挺神奇啊！就在这个大山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哈，这个石头特别特别的巨大，然后它的下方呢，就是有一点点连着，而且最底部它是相当于放在下面的一个石头上面。为了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石头有多大，我们可以走到这个石头下方来，大家看一看哈。真的，人走到这个下方，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大。它的整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2个人可以抱得到的这么一点，细小的一个石井吧。然后上面呢是非常宽大的，两边的这个宽度啊，每一边的宽度应该是1.5米到2米，2米差不多2米，每一边都有支出来有2米宽的一个距离啊。怎么形成的？我觉得很神秘啊，因为它这种石头呢是那种非常坚硬的青石，不是那种容易风化的石头，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形状呢，我有时候真的是怀疑是不是后天人工来开凿的这个形式。但是据我们了解呢，它确实是天然形成的，这个呢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奇特了。我们从这个空中看去啊，整个巨石就像一朵郁金香一样哈，很是漂亮。又或者说像我们农村的一种菌菇一样啊，它是下面小上面大啊，非常的震撼。那么这个石头呢，它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呢，就是当地村民说呀，100年左右呢就会转动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的底座呀，它下面实际是一个巨型的青石。整个这个上面这个巨石呢，它相当于是平放在下面这个石头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构造呢，其实我是相信这个石头会转动的。假如说我们遇到特殊的这种地壳运动、地震动的情况下呢，是有可能把它震动进行转一转的啊。理论上来说呢，我是相信的。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石头呢称之为转运石啊，也预示着美好的愿望时来运转的意思。那今天阿泰来到这里呢，也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呢送给大家，也祝福所有的看视频的朋友们呢都时来运转，好运连连，生活美好啊！好了，本期视频呢就跟朋友们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贵州大山一悬崖绝壁上发现神秘玄铁，这个玄铁到底是何人所挂，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至今都是个谜。今天呢，阿泰就带你们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阳开阳县的白安营村，一位粉丝朋友告诉我啊，这个村庄有一片神秘的悬崖，
悬崖的半空中呢悬挂有一个悬铁，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呢也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悬铁到底是何人所挂，也蛮神秘的哈。我们现在呢就进去探秘一下啊。为了方便想到这里探秘的朋友们来看一看呢，我现在把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给大家拍摄一番。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石拱桥，有一条路往这里通过。那崖壁呢，就是这里这一片啊，是2片崖壁，两边的崖壁呢是对立的。那个悬铁呢，应该就在这一座崖壁，可能要好好的搜寻呢才能看到。这边呢是有一条小道过来，应该经常有人到这里来玩耍。这个地方环境也是非常好啊，山清水秀。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边，那么这儿应该是可以看得到了吧？哇，这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啊，非常的漂亮。你们看到了吗？我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啊。好好的看一下，大家眼神好的看一下，看到了吗？我费了9牛2虎之力啊，在这片崖壁上终于寻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悬铁。我们把镜头拉近看一下，大家看看，其实呀，它根本不是悬铁，它是一棵干的木料，我感觉应该是一棵杉树。那么它的长度呢，有8到10米的一个长度啊，非常的长。这一棵木头的位置是在这个狭缝中，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啊。然后这个下方呢，就是一个穿洞，我们下方这条小河流呢，流到这个地方呢，正好有这个穿洞流出去。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啊。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穿洞它从这个底下到上面的一个距离呢，到这个悬木料的距离呢，应该是有个50米以上的一个距离。那么大家来猜测一下，这一棵木料会不会是涨洪水的时候冲进去的呢？我觉得不会啊，因为这个放木料的地方跟下面的这个水面的这个距离呢，应该是有超过50米的。那么涨洪水也不可能涨到50米吧，对吧？所以说，这种方式可以排除。我们注意看这个夹缝中呢，它还有一个小的木料是上下顶住这个崖壁的，它肯定是人工弄上来的。但是这个超过50米的这个崖壁距离，它这个木料是怎么弄上去的呢？整个这个斜长的通道，它要放下这么一个木料，是不是要好好放才放得进去？你用别的一些方法，你让它自然的冲水冲进去也不大可能，对不对？不管它是悬铁还是悬木，我觉得都是非常神奇的。反正这个地方啊，我不单单是感觉那个悬木比较神秘啊，包括整个地形我也觉得挺神奇的。一条河流流到这里，刚好在那个地方有个穿洞，它穿洞而过。悬木呢，正好在穿洞的顶端狭长的一个岩缝之中。我的猜测，这个悬木很有可能是随着什么东西掉下来的，有可能在这个岩缝中呢是藏有玄关的。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地形的话，它下面是一个穿洞，洞穿了代表什么东西？阴阳平衡。所以说我猜测有可能上面的岩缝中是古代藏有玄关。那么这一颗狭长的木料，它也肯定是人工放上去的，绝非是什么涨洪水啊冲进去的，不可能。所以一定是人工精心的放在那个位置的。你们觉得这个木料放在这个地方是何用途？它是如何放在这里的？它又有什么样的辅助作用等等？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说出你的观点。本期视频呢，咱们就拍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我现在呢是在铜仁的印江县，我身后这儿呢是一个小景区，叫做大圣墩。盐水，那个石头是不是有啥那个石头啊？那个石头啊，这个就是美女峰嘛，就是美女峰，就那个石头是吧？就这个石头吧。这是啊，上面那儿了吧？哎，哦，我们在20年以前啊，我就把这个龙门的摆设的天啊，20年以前，吴天祥是个教书先生，我说吴老师，
因为我这边住河路，我是社河路住，洛河路我也住。他说最难呢，我说要帮我们这大田2天改成个旅游区，我们贵州省来说，这个丰盛洞是第一个丰盛洞，没得第二个丰盛洞，再也你全国走的没得个第二个丰盛洞哈。丰盛洞就你是看那边八岸在那个八岸是吧？那个八岸上那边的。里面有些哪个？里面有些龙，有些蛇龙。蛇龙。蛇龙蛇虎。蛇龙蛇虎。那它开发没得呀？在这个位置了嘛，就这个半岸了嘛。这个半岸嘛，就是那个半岸下来的，它上面就是美女峰，下面就是。上面那个就是美女峰，这底下就是丰盛洞。那现在开发了没得呀？个丰盛洞？还没开发丰盛洞还没开发。没有。还是丰盛洞好玩。丰盛洞当然喽，你那个我们这边的景色要好点。本来这个要开发我们这一面，才对县一流才有高。你的意思是这面才在正面。应该开发这面的话，可能对整个县城都更好一些。对。我晓得你讲的意思。我们原来和吴天祥研究这个问题过，吴天祥老师他说你说这个是个道理，这个报告呢，写这个报告呢是他和张玉辉写的。吴天祥老师和张玉辉写的。就是那个丰盛洞有那个传说没得呀？有传说啊，在我们中国来说，只是一个丰盛洞，没得第二个。它这个丰盛洞的名字又是啷个来的呀？丰盛洞的名字就是啷个来的呢？我就帮你说个实话。原来对面是那边是8号，就年年呢在那个血泡子，年年造冰雹，年年打鞭炮不管你在的啷个整都要整。但是给着我们这小地方呢，他就着鞭炮落的，他都不落。就是冰雹它都在北方那边。你以为这儿从来没在冰雹打过？他不来，他落的他都不落。但是我们这里丰盛洞，他要吹胭脂。丰盛洞要吹胭脂，就是雾罩了嘛。吹雾罩吧。吹雾罩胭脂，说大胭脂的话，天狼板起就要造血泡子。就是只要这个丰盛洞一旦吹雾罩，北方黑就要遭冰雹。有人进这个丰盛洞里面去过没得啊？哪个不喜欢人家衣裳挖小下洞去啊？以前大家的搞小，那么那个洞口有好大呀？这个半岸洞口的吧？洞口的话呢，有3间房子大。3间房子那么大？他们开下面是错误的。对，这面是正面，我也感觉这面是正面，因为这个下面的话，你看这里又一大片平坝哈。这面要正一点。你贵姓呢是？我姓刘。姓刘哈。我们这是姓。这底下这片平地大耶，这片平地吧有几十亩哦。几十不？不止啊。高山的平地是300多亩300多亩。你看叶子过去我们都是平地，我们这些。对呀，这个正好。包括个果林树都是一样。都是平的哈。都是平的。正好都在这个小雨峰的下边。对。这个地方还是人杰地灵呐。我们刚刚呢听这个种田的大叔跟我们讲啊，上边这座山峰呢叫做仙女峰。那么这个石头呢，它又叫风洞石。也是刚刚这个大叔说的哈，他说这个石头如果去推的话，它会动。更奇特的呢，应该是这个石梁的背面有这么一个洞这个洞呢叫做风神洞。据说洞里面呢有石龙石狮等等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但是现在呢是一个未开发的一个状态。正好这个洞口呢也在这个半悬崖的位置。应该说要开发这个洞穴呢，可能耗资更大，所以说这个景区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开发这个洞
朋友们，我现在在铜仁沿河县的黑水镇，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要去哪里。我是从这个垭口上步行过来的，这个地方他们南有一道门，因为下边还有一个村子。哇，这个地方你们说漂不漂亮？那么现在呢，我是要步行从这里过去，从这里下山。这些是房子，他们那儿呢是不通公路的啊，应该是整体搬迁了。然后前边这个峡谷这里呢就是乌江，对面的就属于四川的酉阳县。你们很难想象吧，下边村子的唯一出山路就是走这条小道，因为前方呢是乌江隔断，哪儿也去不了。下去是还不算累啊，等一下上来我觉得我皮都要爬掉2层。而且现在下去是没太阳的，等一下回来太阳西晒，妈顶着背晒，我天哪，我都不知道累成啥样我才能爬得上来。你们说是不是啊？这么陡峭的山路。他们这个村子啊，当初修这个出山路也是为了走近路啊，都是弄的这种垂直的这种石梯啊，走着散腿啊，这个腿都是发抖的，而且还远得很哦，朋友们，还远得很哦。你们看看这里啊，真的是像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啊，两边都是这种高耸的崖壁山，然后呢，人是居住在这个峡谷里面，关键是前面就是大大的一条乌江，有山有水，是不是？这种地方就是世外桃源的地方啊，而且住在这里是清修一般的，没人打扰，对吧？朋友们，走得我腿都打颤颤了，这路太陡了。这儿已经发现第一户人家了，好像没人住。这个地方是有人在下面养羊的，那么好像已经不通电了，估计呢是整村搬迁，只是有一些部分人呢，他留守在这里呢，搞点养殖啥的。然后大家看电都没有了，这个电都卡掉了，这里还有一颗电杆也是丢在这里不管了。然后那边有一个废弃的房子，咱就不下去了。咱的目的是一直沿着这里下去，到那个江边，那顺便看看下面有人居住没有啊？哇，这里有一片房子了，这边看一下，这里一片，嘿，还可以。这里还搞了水泥道，你看这种水泥道都是人工把这个水泥背过来，然后做的这种串户道吧，应该是串户道，因为这地方不通公路嘛，而且弄这个水泥下来呢，有可能都是人工背的，因为我看这个路特别陡啊，我估计马都不一定驮得下来，有可能真的是全人工背下来做的这些水泥梯啊，特别不容易啊，住在这个大山之中。人居住的位置主要就集中在这里啊，然后这边来看一下，这房子都破了，上面就是高耸的崖壁，包括对面也是。这个地方环境确实比较幽静啊，挺漂亮的，就是那种大家心中的世外桃源般的那种感觉。只是这个交通不便啊，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像这个地方呢，假如说想要修公路下来呢，也是非常艰难的。我就是从这个后山下来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坡度陡成什么样，对吧？那公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这么陡的地方开凿下来，因为它这个落差太大，从上面到下面的落差接近500-600米，而且它的直线距离的话，可能就是几百米，对吧？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然后几百米的落差，你们想一下，这种公路怎么修？是吧？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修不下来。也不是修不下来啊，就是耗资会很大。而且呢，人员都是居住在这个山脚下。假如说你上边修公路的话，它这个滚石你是避免不了的，
知道吧？避免不了滚石，那么住在下面的这些房子呢，也是有危险，这也可能是没有办法施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哎，这里有人在这里养羊哦，羊儿叮当叮当的。这个房子也是废弃了的。咦，这里还会有牛嘞，有个小牛仔，小狗儿，看到一个小狗儿，小狗儿，这小狗好可爱，嘿嘿，它都不出声音了，就来到了我跟前。哟，这里养了好多羊，这主人家在哪里去了？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没有？没有听到声音，我们还是往河边走吧，待会儿再回来。耶，水，吃饭没有？哦，你还在养羊啊？哦，养牛鸡块哈。你在做哪个啊？煮饭呢？哦，还没吃饭是吧？哦，刚刚养羊那个叔叔跟我讲呢，他们这个地方叫冉家寨，他们这里呢叫上冉家寨啊，然后下边呢叫下冉家寨。那么这个上冉家寨呢也是有几十户人啊，你看那儿有那么多的废弃房子，这边呢也是一个宅基地。那我身后呢有10来家应该目测，你看下边那儿也有，还有废弃的房子啊。反正这边这几栋房子是没人住了啊，你们有人要住的可以来住啊。我们继续往那个下冉家寨去啊。到了下冉家寨呢，就差不多到了江边，而且在这个江边的话，还可以坐船去沿河县啊。其实你还别说啊，虽然说走这个山路比较累，但是走水路的话还是有船可以坐的。那叔叔跟我讲呢，是20块钱可以坐到沿河县啊，水路还是挺交通的。这些房子都是废弃了，没人住的啊。然后这儿连着有好几栋，看吧，这就是以前曾经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现在呢都是荒废丢在这里了，但是环境是真的好啊，尤其是在这种山水间，你老是听到丛林里叽叽喳喳的鸟叫啊，各种各样的声响啊，这就是大自然啊。哇，这边看一下，不是这个是大磨呀，我不知道朋友们认不认识啊？这个是大磨，以前在农村呢，就是用这个大磨来磨粗粮，知道吧？就我们的玉米啊什么的，就要用这个大磨来先碾碎一遍，然后呢，再用小磨来把它磨成粉。所以这2个磨呢，它都有一定的作用的哈。那个磨它是磨粗粮，比如说我们喂猪的，或者说我们粗粮要进行碾碎，碾的稍微碾成颗粒的，就用那个。如果说我们要碾细粮，就用这个。比如说我们吃的包谷沙也可以用这个，还有我们要做豆腐啊什么的，就用这个小磨。你看这玩意儿如果放在城市的话，它也是可以值钱的，对吧？就在这个大山里，它就不值钱了，都是放在这里的。送给你让你来背，你也背不动啊。现在才走到一半啊，朋友们，我这个2腿都发颤，不知道拿着稳定器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啊？我先补充一点能量营养再走吧。这个是我们贵州的赤泥原叶，喝一口，它的 VC 含量非常高啊。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赤泥原叶啊，是有机的产品，也被称为液体黄金啊，大山里面的珍宝。来，喝了继续往下走哈。巴适，有点酸，有点涩，但是喝起来口感还挺好的。来到这个江边的下寨了啊，
哇，这地方好平啊，在江边始终是不一样。看这个土地都有耕种，那个房子呢也是保留的比较好，应该还有好几户人在这里居住哦。这个地方环境真是漂亮啊，比上寨要好一点，因为它这儿呢离江边更近，然后住的地方呢也更平一点，舒服，是吧？舒服，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一脚踏两省啊，对面就是四川，中间就是乌江隔断，对不对？很美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听到了狗叫的声音了。这户人家的房子好漂亮的，在这个山口边上，感觉这里还有一个村子一样的，好干净。接下来的路程呢，因为有很多人家户都喂有狗，交流的途中呢，经常有狗哐哐的哈。为了不影响大家的体验呢，我就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得了。那现在我们镜头中的就是上冉家寨。那刚刚无人机起飞的时候，实际上差不多是从半山腰的位置起飞。那现在呢，下方的这个村寨呢，就是下冉家寨。那下冉家寨呢，应该是有10来20户。基本上是每家人都在家的，我们可以看到土地也都是种起来的。再往下面走呢，就来到了乌江的边上。这个呢，就是下来去到河边的一个整个路况。这边的这个房屋建筑呢，也是比较漂亮啊。每一家呢，基本上都有1、2个老人在家里面。这里留在这个家乡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哈，基本上是每家每户都有人。那么快到江边的时候呢，这里还要走一些特别陡的石梯，包括一些悬崖栈道啊，看起来还是比较险峻的。这个江边呢也是住有2家人。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江边的这个码头啊，环境确实是非常的漂亮，也可以在江边这里吹吹风，是吧？非常舒服。那么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如何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呢是黑水镇的冉家寨，但是不用像我这么辛苦的走这么远的路啊，大家可以直接乘船就可以来到这里啊。具体的路线呢是到沿河县的东风码头，然后乘坐去洪渡镇的船，每天早上9点对开。那么在中间的冉家寨呢，大家下船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村寨。下冉家寨呢基本上都是住满了人，上冉家寨呢有10多栋房子，然后只有2家人留守啊。如果你们要来体验这种山村生活啊，可以到这里来看看。还有一个重点啊，这边的船费比较便宜啊，20块钱就可以坐到冉家寨，而且你可以在途中欣赏到这种悬崖绝壁啊、绿水青山的这种美景，很是漂亮。我觉得平时花20块钱坐船到这儿来呢，都是一种享受啊。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沿河县，我建议可以坐这个船玩一玩哈，路上的风景确实挺好的。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还要走2个多小时的路程返回山顶，想一想我都累啊。视频都看到这里了，大家就点个关注再走吧。